全错了。秋季修剪长寿花，接下来花开大半年，大错特错。现在修剪长寿花，1年你都看不见花。并不是吓唬小伙伴的，如果现在养长寿花做了一件不恰当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浪费时间。长寿花到年底不仅不开花，还影响来年开花。小伙伴们都知道，长寿花是耐修剪的，特别是养了很久的植株，修剪一下会让它开得更旺盛。但是修剪要分时间，如果你在不合适的时间修剪了，那就等于白养大半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长寿花经常修剪是没错，但是前提是时机要对，否则效果适得其反。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。1. 长寿花秋季修剪。长寿花因为花期长，花色漂亮，很受花友们喜爱。我认识的人中就有很多钟爱这种花卉的，因为再养上3个月就能赏花了，到时候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紫的花朵都竞相绽放，用来装点过年的气氛再好不过。但前提是9月以后千万不要修剪了，不然半年白养，过年无花赏。以前刚开始养花的时候没有经验，看着长寿花长得不是很旺，就想给它修剪一下，没曾想有时候奏效，有时候却是惨重的教训。最后总结出的经验是，9月以后最晚到10月份不能再给长寿花修剪了，想修剪在8月前进行。因为9月以后花芽已经分化完成，再去修剪就是在剪花枝，剪一枝少一枝，这样的情况到开花期的时候肯定无花了。花卉都是有相对固定的花期的，不到那个时间点是不会开花的。一旦因为养护方法的失误错过花期，就得等大半年时间。对于1年才开一次花的花卉来说，就是浪费了1年的时间，想要开花得等1年。长寿花的盛花期在年底，也就是12月份左右。虽然现在距离开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但是大部分的植株已经分化出花芽了，所以9月份就不适合再修剪了，大家一定要警惕。2. 秋季养开花的养护技巧。既然长寿花已经分化出花芽了，那么9月和10月该怎么养才能让它多开花呢？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，下面看看秋季长寿花的养护方法吧。进入秋季，天气转凉，各地的温度也都比较凉爽，很适合植株的生长，它的生长也会进入一个旺盛期，所以不管是对水分还是对肥力，都是需求量比较大的。秋季的养护重点就在水肥管理上。1. 适当增加浇水。夏季刚刚过去不久，长时间处于控水遮光环境的长寿花也要迎来新的生机，秋季不用再遮光，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搬出去晒太阳了。9月长寿花长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正处于疯长的状态，水分也要跟得上。秋季给长寿花浇水要注意见干见湿，不能积水，也不能过于干旱，把握浇水时机很重要。土壤一见干就浇水，浇透之后立即停止浇水，要不然积水会烂根的。2. 改用磷钾肥。饥饿了一夏天的长寿花，进入9月就要开始进补了，这个阶段施肥是重点。现在正在长寿花孕育花芽的黄金期，对磷钾肥的需求量较大，所以此时施肥不要再施氮肥，要改用磷钾肥，并且要适当的增加施肥的频次。给植株喷洒磷酸二氢钾，可以有效促进多开花。将磷酸二氢钾用大量的清水稀释1000至1200倍，直接喷洒叶片。已经长出花苞的植株不能再喷洒叶片，只能浇灌到土壤中，以免引起落花。3. 适度遮光促花。秋季是长寿花养护的关键期，距离开花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要做一件事。白天光照强的时候，把它放到阳台晒太阳，下午4点以后把它搬回没有光照的屋子里遮光，等到第2天再晒太阳遮光，如此循环一段时间，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促花的效果。如果有条件的，可以在长寿花上罩上一个不透光的遮光罩，上午9点以后拿掉遮光罩，下午的4点的时候给它罩上，一明一暗的环境很容易让它快速长花苞，等到年底就能开很多的花。3. 长寿花正确修剪方法。那么修剪到底要怎么做呢？一共有3个秘诀。秘诀1： 6去4留2。给长寿花修剪的第1个秘诀是6去4留2。当长寿花的枝条长出6片叶片时，我们就要对其进行修剪。
剪的时候剪去上面4片叶，留下枝条底部2对叶片。这个秘诀我们也要灵活变动，比如你的长寿花很弱小，叶子也不多，就可以适当少剪一些。对于健壮的长寿花，我们给它修剪要剪去整个植株2/3左右的枝叶，保留盆土上1/3左右的枝叶。秘诀2：新芽不剪，老叶快修。给长寿花修剪，主要修剪其开过花的老枝，刚刚冒出的新芽不要剪。新芽是下次开花的主力军，如果修剪新芽，可能会导致花量减少。底部发黄的老叶片会和新芽争夺养分，过密的叶片不通风，也容易生病。遇到这种老叶要及时修剪。当老叶被修剪掉，长寿就会集中所有的力量长新枝，开出更多更艳的花朵。秘诀3：土长枝嫩芽上。土长枝条分老桩上的土长枝条和幼苗上的土长。老桩或者成熟的植株的修剪按照上面的原则，但是如果是幼龄的长生植物来说，缺乏阳光或是过于潮湿，很容易导致其植株变得越来越纤弱，有的还会头重脚轻而垂下。这种长生植物必须要及时进行修剪，因为普通的土长花很难有太多的分支，只有1根，就算不去修剪，在开花的时候也会开花稀少，开花也会变得很小，不利于观赏性。因此，在发现有土长现象的情况下，要进行适当的修剪，避免影响观赏开花的时间。在修剪土长的长寿花的过程中，还是要在叶子下面的粗大的嫩芽上面进行修剪，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嫩芽发芽。但是如果剪掉的太少，那么新的嫩芽就会变得脆弱，影响到它的生长和开花。4. 长寿花修剪黄金法则。谈到长寿花的修剪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疏透均疏，就是要疏通枝叶，剪除交错密集的枝条；透就是要保证枝叶的通透性，利于阳光和空气流通；均就是要均衡修剪，让养分合理分配。具体操作时，我们要注意几点。第一，把底部过密的侧枝剪掉，每个主枝上保留2至3个分支即可，以免养分过于分散。第二，仔细观察，若发现个别枝条提前长出花蕾，要及时将花蕾摘除，以保证长寿花开花整齐一致，形成完美的花球。第三，修剪时动作要轻柔，切忌用手硬拽，以免伤到植株。5. 修剪后的养护要点。修剪后的长寿花还需要精心呵护，才能绽放最美的姿态。首先，我们要保证光照充足，可以把盆栽白天放在阳台上，确保8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。其次，入叶后要用黑色塑料袋将植株遮起来，模拟短日照环境，这样可以促进花芽的形成。再次，修剪后的长寿花要避免阳光直射，以免灼伤叶片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定期观察长寿花的生长状态，及时去除黄叶、枯叶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养护措施。只有细心呵护，时刻关注，才能让长寿花绽放最美的笑容。6. 修剪误区。1. 避免过度修剪。虽然修剪可以帮助长寿花调整形态和提高健康水平，但过度修剪会导致植株生长受阻，甚至死亡。因此，在修剪时要根据植株的实际状况进行适度调整。2. 避免在生长旺盛期修剪。长寿花的生长旺盛期是植株生长最为迅速的时候，此时进行修剪会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。因此，我们应在生长旺盛期之前或之后进行修剪。3. 避免使用不合适的工具。使用不合适的工具进行修剪会导致切口不平整、植株受损等问题。因此，在修剪时应选择锋利的剪刀或其他专用工具。修剪看似简单，实则大有学问。掌握了长寿花修剪的要领，您离养出繁茂花球又近了一步。一株经过精心修剪的长寿花，枝条疏朗，花朵繁盛，仿佛一个个娇俏可爱的少女，在家中娉婷起舞，带来勃勃生机。亲爱的花友们，养花是一个充满乐趣的过程，需要我们用心感悟，用爱呵护。让我们携手探索长寿花养护之道，期待着与您分享更多养花心得。我相信，经过精心培育的长寿花，一定能在您的悉心照料下，绽放出最美的笑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当然，长寿花的修剪还有很多种情况，这个找个机会详细介绍。
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